以前的冬天对我来说只是寒冷厚重，一个想快快度过的季节。直到去了一次学国，冬天从此变成我一年中最期待的日子。仙台有三大名产牛舌、鱼板和毛豆。第一天落地，我们马上就来吃一份好吃的牛舌，疗愈疲惫的身体。隔天，我们去吃了可以自己动手烤的鱼板。然后在完全没有下雪迹象的路上，忐忑地前往藏王。应该要是滑雪场的这个地方，到今天为止都还只是一片普通的草皮，但我们还是决定搭缆车上去赌赌看运气。没想到我们竟然幸运爆棚，在这个时候刚好遇到下雪，随着缆车慢慢升高，窗外的颜色也悄悄地变成了一片雪白。这时候平地只剩下2度，山顶的温度大概早就掉到零下好几度。等到连把手机拿出来拍照都变成一件需要鼓起勇气的事。最后我们躲进有暖气的室内，买了一杯热热的玉米浓汤。有一个小诀窍会让你在喝的时候，这个玉米粒不会卡在罐子，就是在开口的下面这里把它压凹。这样子的话，倒出来的话，玉米比较不会卡住。下山之后，一切就像灰姑娘的南瓜马车消失了一样，我们又从冬天回到了秋天。但没关系，因为我们早就订好了一间超级好吃的烧肉，准备抚慰这一整天的疲惫。超级满足，太好吃了！我们都没想到，这天晚上会是银杏的最后一夜。隔天，雪国的冬天正式来临。我们在飘飘细雪中，前往了日本最大的候鸟聚集地伊豆角。这里的候鸟这么亲人，其实原因来自于隔壁这间昆虫馆。它有卖饲料以外，也可以上楼用望远镜观看我们刚刚身在的湖畔。好痛的表情，哇！在超级钱汤，透过温泉和岩盘浴，舒服的短暂休息。我们都不知道，窗外早已变成了一片雪白世界。在雪地里，连原本平凡无奇的停车场都让我们驻足，随意的路边也变得很好玩。
在美景中走走停停，最后抵达了这趟旅程最重要的雪景温泉。日本的温泉分成大浴场和代切汤屋，代切汤屋是可以供私人使用的空间，而这间温泉的代切汤屋，住客都可以免费的使用。这2间就是我们刚刚泡的汤屋，住在这里，只要里面没有人，就能走进去泡汤放松。到了夜晚，这里又是另一种安静又美丽的样子。吃完丰盛的晚餐后，旅馆载我们前往他们的姐妹店鹤之汤，秋田县乳头温泉乡最有名也最古老的温泉之一。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638年，早在几百年前，这里就已经是温泉聚落的重要据点。鹤之汤一直到现在都保存着当年招待武士和客人的茅草屋顶建筑，也就是本阵。走进去就像穿越回古代的日本，夜晚点起油灯，围坐在围炉前，感受雪国生活的温度。鹤之汤有很多不同泉质的浴池，最有名的是他们有很传统的户外混浴温泉，这是不分男女都会一起泡的混浴。乍听之下会觉得很可怕，但其实它的水质是乳白色的，所以脖子以下什么都看不见哦。冬天依然寒冷，一样要穿很多很多的衣服，但因为见过雪的美，我开始期待那种只属于冬天的安静与浪漫。在雪落下的地方，有我下次也想要再回来的风景。哦，你写好了呗？谢谢你的贡献。谢谢你看完我们的影片，这次的旅行你还喜欢吗？片尾有我们要送给大家的草莓饼干，可以去我们的 IG 留言一起抽奖哦。也欢迎在这个频道留言，让我们感受到你的喜欢。我们下次见。